大家好，还记得上一次跟各位聊了原厂交换型的高流量滤网吗？那今天我们来聊聊香菇头。多半来说，不管是原厂交换型的，还是这种香菇头，它都有分干式或湿式。一般来讲啦，如果你看到像这种孔洞，外面有铁网罩住，然后孔洞比较大的，这种多半都是干式的。那湿式的话，它多半都是像铁丝网，它比较密，因为它里面夹的是类似一种，那个应该怎么讲？滤网，它的材质有点像布，又有点像纤维，所以它必须要用比较密的铁网盖住它，它才不会被吸到扩散掉。那干式的滤网，它本身，先讲一个题外话，这一颗它是属于有问题的，然后它的问题出在哪呢？它的问题是出在内部，因为干式滤网多半都是2种以上密度不同的这种应该算是尼龙网吧组成，然后你看它这一种就是已经粉化了，你看哦，有没有都粉化了？这个等一下再处理，因为怎么讲？毕竟这种尼龙材质的东西，它很容易受到温度，或者说碰到有腐蚀性的清洁剂，它会造成它变质，然后变质以后就很容易粉化，或者甚至它会溶解。那干式滤网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进气效率最棒。那像涡轮车的话，说实话，因为没办法，它吸气量太大。如果你用湿式滤网、湿式的香菇头装也是可以，但是多半来讲，我看过的啦，几乎都是用干式的会比较多。进气端它都会用干式的，因为它从进气端吸气进来以后，它还是必须经过一个中冷器去做冷却，所以它可能一些脏东西会比较容易累积在中冷器那边。其实涡轮车的中冷器也是需要定期做清洁保养的。那再来就是香菇头的安装，比较麻烦的就是多半都需要透过一支转接管，因为像我这台车的话，像我这型车，因为我有空气流量计，然后我的空气流量计它是属于跟进气盒一体的，所以它这边没办法做分离。一般来讲，我看过的空气流量计几乎都有空气流量计的车种啊。如果要安装香菇头的话，多半都是必须透过一支转接管，然后像这支转接管就是没有空气流量计的车型在用的，因为如果有空气流量计的车型要安装要安装香菇头的话，它的转接管上面必须要有它的那个空气流量计的安装位置。这一支没有，其实这一支是喜美的。其实我是觉得，除非是特定用车啦，要不然一般来讲还是建议使用湿式的会比较好。干式的香菇头，它的缺点，其实它的缺点比优点多。当然，你比赛车的话，你就是为了马力、为了速度嘛，为了进气效率，所以它
不太会去在乎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们都是选择干式的会比较多。然后香菇头的缺点就是容易吸到脏东西，然后进气声音大，它会伴随着它的进气噪音。那好处就是进气效率最好，进气效率最高，然后免保养。一般来说，可能真的如果要算保养的话，可能就是拿起来拍一拍啊，拿风枪吹一吹。哦，讲到保养，就是不管干式或湿式，它的清洗或保养一定都是从吸气侧往外做清洁。你譬如说以干式的好了，你不要拿风枪从这边吹哦，因为你会把脏东西，因为它里面的滤网更密。如果你这样子从进气这边往里面吹的话，它会把一些脏东西卡在这上面，吹到这里面去，卡在上面会造成这一块的堵塞。所以不管干式或湿式，都是建议从内部，就是它进气这边，从内部往外做清洁。不管是湿式你要做清洗也好，或者干式，都是一样。一定要记得，就是从吸气侧往进气侧这边做清洁。然后干式的话，其实空气滤网也没什么好讲的，它基本上就是看用途再做选择啦。我是建议，基本上只要你是个人用车，没有特殊的需求，尽量都是选择湿式的。那如果只是一般的驾驶爱好者，我还是都建议选择交换型的高流量滤网。像我前几片讲的，像我车子的那种，我就是它所谓的原厂交换型，就是你只要把你的空气滤清盒打开，把原厂的那种纸质的滤网拿掉，然后放进去改装的就可以了，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。然后它原厂交换型的多半它的进气比香菇头差一点，但是比原厂的滤网好很多。然后缺点就是它需要清洁保养，而且它的清洁保养说实在话还蛮麻烦的。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跟双面刃一样，只是你要去分辨说好处有没有大于坏处啦。然后像刚刚讲到，它必须装这只转接头，一般来说，除非有出整个套件，要不然像我一开始我还没装那只进气飞肠的时候，我本来是想要拿这只下去改，但是就是变成说工程太浩大了，你所花出去的金钱、时间大于所得到的效益，所以再加上刚好车友割爱那只细胶的软管，这一只，所以我就直接换上去最快了。比原厂的管径粗，可以应付它的瞬间吸气啊。因为如果你这只管径太细的话，你等于当节气门瞬间打开的时候，它的瞬间进气量会不够。但是这个很轻微啦，一般人可能感觉不太出来。然后大致来说，不管是香菇头还是原厂交换型的，它的用意都是要增加进气效率。
该怎么选择的话，你们可能就是自己要考量自己的你要求的东西在哪里。像之前前几篇讲空气滤网的时候，都有讲到，如果一直沿用原厂的滤网，当然也是可以，但是就是变成你要一直花钱去买，时间到了脏了，你就必须花钱买一个回来换，然后那一个就只能丢掉。改装的多半都是能够重复使用，第一就是省钱，然后第二也是环保，减少垃圾量。那再来的话，大概就这样子咯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进气滤网的种类，香菇头啊，或者原厂交换型的空气滤网的区分优劣，就到这边咯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